最近，索尼官方放出了《战神：诸神黄昏》的最新预告片，玩家最爱的暴躁老光头奎托斯终于要带着他的儿子和拉风的武器回来了。关于他手中的神器，其中来到北欧后获得了利维坦之斧的原型，很显然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维京战斧。那么看起来更加魔幻的混沌之刃，这种武器在现实中是否拥有原型？而它在现实普通人手中又真的会好用吗？在玩家群体里，混沌之刃一般也被简称为炼刃，顾名思义就是一对刀柄连着铁链的大砍刀。这对双刀是战神阿瑞斯赐给追随者的武器，锻造于希腊神话里冥界塔尔塔洛斯的最深处，平时用锁链捆绑在奎托斯的手臂上。最大特点是可以通过甩动锁链而旋转起来，可以变为可怕的死亡旋风。作为神赐武器，战斗时刀刃燃烧着火焰，几乎可以劈开一切。这两把刀在暴躁光头手里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平常握着刀柄砍人，手感不输浩南的西瓜刀，用双刀插入墙壁，拽着铁链荡秋千，也是非常丝滑。这两把刀助奎托斯一路从希腊砍到北欧，人挡杀人，神挡杀神。只不过这对双刀既是赐福也是诅咒。混沌之刃捆绑在使用者的手臂上，只有战神可以解开，或者当这一追随者完成了战神交代的任务时方可脱困。这一特性直到阿瑞斯死后才消失，也算是给了奎托斯弑神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而在现实中，这种依靠铁链连接的武器都属于软兵器的范畴。软兵器的优势在于不好格挡，那玩意儿是软的，你格挡它会弯过去继续砸你，这点是不是觉得很带感？其次，软兵器好携带，你兜里揣个9节鞭、绳标、流星锤啥的，不一定有人能看出来，但你揣把腰刀试试。当然了，这点在奎爷的双刀身上不太适用，毕竟抛开平常缠在双臂上的铁链不提，拿2把大砍刀，无论带到哪儿都过于招摇了。而且大部分软兵器讲究的是以柔克刚，利用自身的柔软来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而这点在混沌之刃身上明显就变成了又柔又刚。最后就是在好携带的前提下，软兵器一般拥有长度优势。假设我抡个1.5米长的9节鞭，虎虎生风，对面拿的小匕首敢往前凑不？都是在身上藏着看不出来的档次，软兵器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长度优势，这代表攻击半径更长，你能砸到对方的距离，对方手持其他便携武器肯定打不到你。可是有得必有失，软兵器也有很明显的缺点，比如攻击力相对同等重量的硬兵器来说要低，因为打中会弹开，力量不好全部打进去，攻击间隔相对较长，打中对手一下以后需要先收回或者再抡起来重新控制武器，才能进行下一次攻击。再有就是上手困难，初学者玩不好，别说伤害友军，把自己砸了打了的多了去了。所以现实中这类便携的软兵器基本都是防身用的武器，单人使用并不打配合，这类兵器挥舞起来不仅敌人难以招架，自己也可能 hold 不住，因为它由多部分连接构成，以惯性驱动，力量传递难以掌握，对于腕力和灵活性的要求比较高。以软兵器入门级器械双节棍为例，2根棍儿加条链子，结构不复杂，可它不仅敲烂了初学者的脑瓜，也敲碎了多少人的李小龙梦。所以想练好软兵器，光有下苦功夫的决心是不够的，还要有未伤人先伤己，甚至从入门到入土的心理准备。毕竟光头手里这2把大砍刀可不是双节棍那样的钝器了，一旦失误直接入土，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拿着去公园里耍起来，别说削自己半个脑袋，围观的大爷大妈也得遭殃。在构造以及使用办法上，奎爷手里的链刃其实更类似9节鞭，或者说中间连接的铁链长度超级加倍的双节棍。但其实还有一种武器更加符合人们对于链刃的认识，那就是流星锤。大部分软兵器都因为自重太轻，没有足够的威力杀伤对方，那么增加自重以增加威力便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在类似长鞭的绳子一端系上重物，通过抡砸击打对方以造成伤害，就成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武器就是流星锤，有的流星锤则干脆在绳子2端都系上重物，这样
相比传统的流星锤，便可以连续进行2次相同的攻击，从而增加作战时的威力。或者将一个锤头留在危急时刻再击出求生，俗称救命锤。无论是抡砸的攻击方式，还是双头都配有重物的构造，双头的流星锤可能都是现实中最接近混沌之刃的武器了。不过就算如此，现实中的流星锤也没到混沌之刃那个夸张的尺寸。流星锤锤头的重量最少要有3斤，根据人体能的不同，逐步增加重量。据说最重的可以达到9斤，但这样的力士恐怕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大多数普通人适合的重量是5斤。这主要是因为流星锤最终击打到对方时，锤头因为离心力的关系而质量增加，所以锤头并不需要太大，有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就可以了。而在影视作品和评书演绎中，那些动辄人头大的锤头则基本是出于夸张渲染，实战中基本用不到，因为这类武器很多时候出手还要讲究个出其不意，不是人人都有奎托斯那样靠肉搏就能改变地形的怪力。拎着2个人头大的铁疙瘩，未免也太招摇了点。而作为混沌之刃主体的2把大刀，也很显然没什么现实依据。奎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斯巴达人，最初的武器其实也是经典的长枪大盾。这2把刀作为神赐武器，身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现实中希腊武器的元素，更多的是架空设计。所以很显然，虽然我们依靠现代工艺可以打造出那2把尺寸惊人的砍刀，也能还原出2把刀尾端的粗大铁链，只不过像光头那样把它们舞得虎虎生风，基本只能是存在于想象中的画面了。网上那些还原混沌之刃的，最后也只能双手握着，砍砍西瓜和石膏像。只能说这种武器对于正常人来说还是为时尚早。如果真想体验一下光头弑神的感觉的话，可能还是利维坦之斧更适合正常人。你觉得有哪种游戏小说里的虚构武器对于现实中的正常人来说还能称得上好用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